大家好，这里是115成频道。最近我的主力机小米14也是顺利升级到了澎湃3系统。想想上一次做小米系统的视频还是2024年初的 HyperOS 1。到了 HyperOS 2的时候，最明显的感知是系统添加了动画，不再是以前的硬切了，比如添加了通知与控制中心的动画、飞屏动画、横竖屏切换动画等，其他变化感觉比较少。这期视频就和大家聊聊 HyperOS 3系统相比1代都有哪些重要的更新。首先，指纹动画加了个朴素的类别，充电动画也改得更朴素了一些，很好。现在在桌面空白位置双击屏幕也可以熄屏了，算是补齐了一个小的实用功能。锁屏壁纸效果增加了透镜效果，仿佛在壁纸上方放了几片透明玻璃。超级壁纸增加了月球。锁屏界面长按屏幕不会直接编辑锁屏了，而是会出现自定义锁屏按钮，点击并解锁才能用，从而避免了误触。当然也可以关掉这个功能。还有个改变祖宗之法的更新，锁屏界面左下角万年的右滑界面被删掉了，现在所有的关键按钮都可以自定义，手电筒还能无极调亮度。图标方面上了一套全新的，2套旧的还在。字体方面新增了文本排版优化开关。桌面小部件现在还不能堆叠摆放，反而负一屏的可以堆叠摆放，不应该是反过来的吗？另外，长按应用新增了该应用的小部件添加按钮，不用再一个个找了。状态栏右边的图标现在可以自定义显示了，左边的通知图标可以自定义个数。现在小米也是姗姗来迟，终于上岛了。系统更新里叫小米超级岛，但是我在设置里没有找到岛的相关功能，只在应用的通知里还保留着澎湃2时候的校点通知，难道说是没更新完？不过确实挺好用的。全面屏手势模式下，现在长按和双击底部提示线都可以自定义设置为打开超级小爱或超级小爱视频。经典导航模式下，长按底部3键可以自定义设置很多功能。打开出行助手里的行程提醒后，比如火车票、飞机票等信息会置顶显示，而快递提醒功能是藏在了智能助理应用中。这个应用不能在桌面添加快捷方式，只能以小部件的形式显示在桌面或飞屏。而其他友商手机的这2个功能都在 AI 建议中。小米也有 AI 建议，但是提供的是观影和用药，感觉就像是系统缺了某个功能补了一下，但是功能和系统没融合，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合并一下？现在桌面搜索入口大改，加入了融合在页面提示的搜索入口，很不错。可以设置3种，普通搜索、小爱 AI 搜索，还有以前旧版的桌面搜索稍微改了一下。可惜的是桌面上滑不能设置搜索了，但是内容中心依然保留了下来。真的是。搜索框的位置终于从上方改到了下方，离手更近了，方便输入，好评。点击搜索框左侧图标可以快速切换搜索引擎，下一次搜索时上一次搜索框内的关键词和搜索结果还在，而且关键词依然为选中状态，方便再次搜索。小米一直没有友商的移步之类的功能，这次更新加了个复制直达功能，算是个小移步功能。其实早在MIUI 时期有个实屏加快捷入口的传送门，其中的快捷入口本质上也算移步功能。现在新增了小爱视频功能，这就出现了相同功能的新旧版本共存的问题，要不要整合重做一下？一步到位。还有侧边栏、小窗、分屏功能依然原地踏步，停留在MIUI 时期，没有友商的好用，什么时候也重做一下。澎湃2的时候，小米手机和 iPhone、iPad 互联只能相互传个文件，现在可以把小米手机投屏到 iPad 上了。还有之前小米手机和 Windows 电脑互联，如果电脑不是小米的还得破解，现在小米出了个不用破解的小米互联服务，目前还是 beta 版，只支持文件互传和手机投屏功能。优点是安装方便，缺点是功能没有小米电脑管家的多。最近几年我也体验过别的品牌的手机，但主力机一直是小米，就是因为它的一些人无我有的小功能恰好是我的刚需。有时候看着别的品牌的那些对我不是很刚需的功能，还是有点羡慕的。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那更好的 HyperOS 什么时候会来呢？